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我们还是来讲民间故事。宋朝年间，豫州上古河一带有一个船夫叫赵世荣，日常靠撑船渡河为生。这一天，来了一个美貌的女子，请求赵世荣载自己渡河到对岸。赵世荣看见这个女子，顿时脚都挪不动了，因为眼前这女子长得肤色白皙，唇红齿白，五官秀丽，还穿了一身十分轻薄的衣衫，将玲珑有致的好身材尽显无疑。他暗自吞咽着口水，赶快将女子请上了船。在行船途中，赵世荣忍不住跟女子攀谈起来。在聊天中，他了解到女子姓范，是一个寡妇。这次渡河的目的是要到河对岸投靠亲戚，然后再给自己找一个依靠。说到这里，范寡妇似乎有意无意瞥了赵世荣一眼，竟然说出了一句：“像船夫大哥你这样的男人，看起来就很可靠。”赵世荣听到这话，不由得兴奋起来，心中一片欢喜。他觉得这个范寡妇一定是守寡孤单，现在看见自己不禁动了心，想要跟自己成就好事。这时候，船已经行至上古河中间，赵世荣见四下无人，然后又看到范寡妇俏脸微红，像是为他刚刚说的话而感到羞怯。赵世荣不由得兽性大发，丢下船撑就朝范寡妇扑了过去。范寡妇被赵世荣按在了船板上，不但没有反抗挣扎，反而迎合似的用手揽住了赵世荣的脖子，嘴角上还挂上了一丝快意的笑容。赵世荣以为范寡妇是舍不得自己，刚想来调侃两句，突然感觉后颈里传来一阵刺痛，接下来自己竟然是瘫痪一样，身体无法动弹了。这时候，范寡妇换了张嘴脸，将手收了回来。只见她手中拿着一根长长的针，针头沾满了嫣红的血。她狠狠地盯着赵世荣，说：“我等你好久了。”赵世荣非常惊恐地看着范寡妇，口中一直在不断忏悔。他说自己禽兽不如，愿意把所有的钱都给范寡妇当作赔偿，只希望范寡妇能够饶过自己。可范寡妇根本不理会赵世荣的话，反而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1年前做过什么事。赵世荣听到范寡妇提起1年前，仿佛想到了什么，声音颤抖地问范寡妇和李书生是什么关系。此前1年前，赵世荣曾撑船载过一名书生过河，书生名叫李晨。船夫这个行业里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话：渡河要携针，不渡名带尘。意思就是说，船夫要随身携带着一根针，不能在名字里有陈字的人过河。那一天天色比较晚，而且天气阴沉沉的，眼看着马上就要下起大雨了。李书生站在渡口踌躇着，犹豫该不该先歇一晚，明天再出发了。这个时候，赵世荣恰好见到了他。赵世荣为了接这一单生意，拍着胸口打包票，说自己撑船多年有经验，渡船到达对岸之前绝对不会下雨的。李书生犹豫了一会，最后还是被赵世荣拉上了船。在行船途中，赵世荣和李书生聊了起来。当听到李书生全名叫李晨时，赵世荣的脸色一变，抱怨李书生怎么不早说，这事他早就忘了，是他把李书生拉上船的。船走到河中间时，雨突然落了下来，随后越下越大，雨水慢慢灌进了船舱，船这时候开始往下沉了。赵世荣自己精通水性，准备跳船游走，不再管李书生。这个时候，李书生却拉住了他。李书生不通水性，他哀求赵世荣带他一起走，还说他身上的包袱还有钱，愿意把所有的钱都给赵世荣。赵世荣知道这样的天气下，自己带着一个人是很难游上岸的，但是他又对李书生口中的钱财动了心思，
于是她假装同意，先骗过李书生的包袱，然后拿出一直放在身上的针，狠狠扎在了李书生拽住他的手上。李书生吃痛，立即放开了手。赵世荣趁机带着包袱跳船游走了。第二天天放晴了，赵世荣看到很多人在河里捞尸，这时候才知道昨天翻了不少船。赵世荣有些心虚的站在人群后面，但没看到李书生的尸体。他认为李书生应该是被人搭救逃过一劫，还提心吊胆了一段时间，害怕李书生找上门报复。后来发现无事发生，也就当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范寡妇说，李书生是自己的丈夫，他们家就住在上古河的下游。那一天她在家附近等候丈夫回家，但没想到看到了丈夫顺流而下的尸体。尸体被打捞上岸后，她看到丈夫的手上有根针，知道了自己丈夫是被人害的。范寡妇强忍悲痛安葬了丈夫，然后在渡口处四处打听，才明白丈夫那天是上了赵世荣的船。随后她又打听到赵世荣发了一笔小财，便确定了就是赵世荣害了自己丈夫，决心要为丈夫复仇。范寡妇的父亲是一名大夫，因而他从小就熟知人体经脉。他故意在船上勾引赵世荣，在他放弃警惕时，将长针扎进他脖子后的穴位，破坏了他的脊椎，所以他才动弹不得。在赵世荣惊恐的表情中，范寡妇将他推下船。等到他即将被水淹没时，求生的欲望让他突然有了一丝力气。他紧紧扒住木船一侧，请求范寡妇放过他。这个时候，范寡妇拿起了针，狠狠地扎进了赵世荣的手上，就像赵世荣曾经对李书生做的那样。赵世荣因为吃痛放开了手，然后慢慢沉入了河底。从此，上古河上的人再也没有见过赵世荣。劝人为善走正道，有些事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伤天害理的事情总究会有报应的。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第二个故事。渔民妻子从不吃鱼，道士见面后脸色大变，赶快休妻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在黄河一带有个渔夫叫孔云熙，为人诚实守信，精明老练，光棍了大半辈子，日常靠打鱼为生。这天，孔云熙在打鱼途中，突然天空中飘来一片片乌云，遮住了天空，几道闪电划空而过。接着孔云熙就听到一声巨响，渔船顿时裂成了两半，人也被沉入水中失去知觉。等到孔云熙再次醒来时，不惊觉地向身旁瞥了一眼，吓了一惊，因为在他身旁坐了位穿着绿色衣裙的美女，表情焦急地正望着他。美女焦急地望着孔云熙，一遍又一遍地按压着孔云熙的胸口，直到孔云熙睁开双眼，大口大口地吐水，才松了口气。他和孔云熙聊了几句，告知他叫夏素音，经常来这河边游玩，才遇上孔云熙将他救下。对于夏素音的救命之恩，孔云熙感激不尽。事后到夏素音家，亲口答谢他的恩情。一来二去，双方渐渐熟悉起来。夏素音深得孔云熙喜爱，孔云把她娶到自己家里，两人做了夫妻。成婚后，孔云熙更加勤奋努力地打鱼，每日都满载而归，赚了不少钱财。孔云熙将其积攒了下来。不过孔云熙打鱼手法如此娴熟，但有一个怪事，就是夏素音从来没尝过他打来的鱼，每一次闻见鱼肉的气味，就会到一旁干呕，还经常告诉孔云熙，让孔云熙善待河中的鱼虾，尽量少打捞。对此，孔云熙虽然有点费解，但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没有按照夏素音所说的去做，每日都是早出晚归，更加勤恳地打鱼。直到这一天，
他遇见一位道士，道士来到孔云熙跟前，说他身上有一股怪异的鱼腥味。孔云熙白了他一眼，他说自己是一名渔夫，身上有鱼腥味再正常不过，可道士却盯着他，不停打量，还在他身上嗅来嗅去。道士还是觉得哪儿不对劲，然后又询问孔云熙家中最近有没有遇到怪事。回想一番后，孔云熙把自己妻子夏素音从来不吃鱼的事情跟道士说了。道士听后立刻面色大变，说道：“你的妻子有问题，你赶快回去休妻吧。”过了一会，孔云熙把道士带回家中，让道士见到了夏素音，就更加确定他的猜想。只见道士从身上葫芦倒出来清水状液体，道士告诉孔云熙，这是牛眼泪，涂抹到眼皮上就能让人看到妖邪。然后道士把牛眼泪涂在孔云熙眼皮上，孔云熙瞥了夏素音一眼，顿时冷汗直流，发现夏素音原来是鲤鱼精，就对道士的话深信不疑，赶急询问道士破解之法。道士让孔云熙找一只黑猫，在今晚吃饭的时候放入夏素音裙下。孔云熙在村民家借到一只黑猫，带到傍晚吃饭。孔云熙假意筷子掉地上，他佯装要捡筷子，却顺手将黑猫放入夏素音裙下。只见黑猫进入夏素音裙下后，啊的一声惨叫，夏素音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，最后变成了一条鲤鱼，不停地在地上扑腾，但被黑猫一口咬住，没一会儿吃得连渣都不剩。正在这时，道士破门而入，说鲤鱼精已被除去，让孔云熙安心。然而孔云熙总觉得事情有些奇怪，但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。他把黑猫还给村民，一段时间之后，又回想起夏素音对他的恩情，毕竟救过他的性命，也没有做害人的事情，孔云熙似乎没有理由要害他。几天后，村中频频出现怪事，有一个道士打扮的狸猫在附近村中到处作祟，村里面有不少村民被狸猫掏心而亡。平日里，村民都吓得不敢在街上乱逛。第二天醒来，饥肠辘辘的孔云熙去集市上买了一点食物，才把钱递给小贩。突然身后就吹来一阵冷风，孔云熙回头望去，出现一个人，正是几天前那位道士。此时的道士双眼通红，口中有2颗锐利的獠牙，张开着血盆大口，口中还发出野兽般的叫声，灵活地朝着孔云熙扑来。孔云熙猝不及防，被道士扑倒在地，一旁的小贩也被吓到连连后退，集市上的村民全都跑得无影无踪。眼见道士的利齿要陷入孔云熙的脖颈，孔云熙急得拼命挣扎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心想这下逃不过了。可预想中的痛感却没有传来，再次睁眼时，道士已被夏素音用剑刺入后心，一股黑烟从道士的伤口中飘了出来。事实上，夏素音当晚没有被黑猫吞吃，那一晚夏素音提前推算到有人要害他，就提前找了条鲤鱼当替身，幻化成他的模样，自己在河中躲了起来。只见道士两眼一翻，已经气绝身亡，尸身慢慢化成了只半人高的狸猫模样。其实早在100多年前，黄河一带的小山村中出现一只狸猫，以吃鱼为生，胃口巨大，每顿能吞掉成千上万条鱼，最后惊动了河里面的神仙，河神就化作人类女子，混迹在山村中生活。在此期间，遇到了心爱的人类孔云熙。这时，狸猫发觉到河神化成的夏素音，便也化作一名道士，诓骗孔云熙害死夏素音。他以为夏素音身死，就没有人可以奈何得了他，就更加放肆了，
希望提高自身道行。如今狸猫已除，河神没有必要再维持夏素阴的模样。只见夏素阴的身体渐渐透明，变成由水组成的模样，朝着黄河缓缓走去。临别前，孔云熙走到河神面前跪下，河神只是淡淡地望了他一眼，便跳入湍流不息的河水中。几年后的一天，孔云熙在黄河打鱼的时候，看见岸边坐着一位穿着绿色衣裙的美丽女子，但转眼间又消失不见了。民间传说里从不缺少人神相爱的故事，这些故事通常充满了神秘、浪漫和传奇色彩，展现了人们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追求，也传递了爱情、勇敢、坚定和牺牲等美好品质。它们让人们相信，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可以超越一切障碍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讲第3个故事：寡妇怀孕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徐州江县有一个书生叫沈伯，他自幼聪明，才高8斗，10多岁便能吟诗作对，是徐州城里数一数二的才子。奈何他家境贫寒，又看不惯拿钱疏通的做法，经常写诗抨击，结果遭到大家的排挤打压，导致一直没能考取功名。沈伯的内心非常气愤，又因为知道自己无法考取功名而感到沮丧。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沈伯只好将希望寄托在自己后代身上。在母亲的安排下，他迎娶了邻村一个叫素蕊的女孩。素蕊为人和善、温良贤淑，与沈伯结婚后，夫妻间相敬如宾，感情甚笃。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，沈伯在婚后不久便身患重病，没过多久便一命呜呼去了，只留下妻子和母亲2人相依为命。这件事对婆媳2人打击很大。在给儿子料理完后事后，沈伯母亲担心这件事影响到素蕊，她便劝素蕊早日改嫁。可是素蕊对沈伯情深意重，没有同意。好在邻居们时常接济他们，婆媳俩的生活倒也没有太过艰辛。可是素蕊守寡后没多久，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。这件事很快就在街坊邻里中传开了，顿时村中流言四起。村里多数人都说素蕊不守妇道，实际早就偷人了，怀疑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。素蕊对此事百口莫辩，但她觉得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不怕别人任何的闲话，也深知腹中的孩子是亡夫沈伯的。沈母也十分相信自己的儿媳，始终站在儿媳的那一边。眨眼间10个月过去了，素蕊非常顺利地生下了一名男婴。神奇的是，临盆的时候，天上降下祥瑞，数不清的喜鹊出现在素蕊家中，村里的狗也嗷嗷叫个不停。当沈母把孩子抱到素蕊面前的时候，一粒如红豆般大小的火红色印记出现在孩子额头中间，那印记犹如火焰，又像云朵一样，十分夺目。素蕊伸出手去抚摸着自己的孩子，看着这个小生命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虽然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奇怪，但想到这个孩子是他和沈伯的骨肉，内心就充满了喜悦。慢慢这件事就在村里传开了，一些好事之人纷纷造谣，说素蕊本来是妖怪，现在生了一个妖种。村里的人听了这些谣言，都觉得素蕊是个祸害，于是就开始议论纷纷，甚至有人说素蕊的丈夫可能也是个妖怪。这件事在村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一些人听信谣言，逼迫素蕊烧死刚出生的男婴，说是留着他肯定会给村子带来灾难。婆媳俩实在没有办法，不得已搬到村里面的后山居住。为了躲避村中流言蜚语和村民的围堵，几个月后，一个道士路经此地，
并从村民口中得知了素蕊生下妖种的事，道士觉得这是一个不祥之兆，决定亲自登门拜访。如果真的是妖种，那就要将这个妖种就地诛杀，以免今后造成更大的危害。村民们听后纷纷点头表示同意，于是跟着在道士后面一同来到了素蕊家中。砰的一声，道士领着众人破门而入。可是当道士看到孩子的一瞬间，脸色大变，道士立刻跪地求饶：“我错了，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打搅上仙的修行了，还望上仙不要责怪。”道士说完以后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落荒而逃。村民见状愣了一下，面面相觑，不是说来消灭妖种吗？怎么突然就逃走了呢？一时间，众人有些不知所措。过了一会，村民也纷纷离开素蕊的家。看着众人的背影，素蕊也有些发懵。过了一会，村民们在村口找到了逃走的道士，并询问他到底看到了什么，为什么如此大反应。道士心有余悸说：“你们这些村民真是有眼无珠，看到那男婴头上的红色印记吗？他可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转世，你们敢骂他是妖种？”村民听道士说完后，纷纷大吃一惊。尽管仍有些人不相信，可俗话说得好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为了避免素蕊的孩子真是文曲星转世，长大之后报复，他们从此之后纷纷闭上了嘴，没有人敢再招惹素蕊一家了。很快，这个消息便传到了素蕊婆媳两人的耳中。他们二人来到沈伯坟前，素蕊喜极而泣说：“夫君，你听到了吗？原来我们的孩子是文曲星下凡转世，真是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呐！”之后，素蕊为儿子起名洪才，并尽心照顾。洪才长大后聪颖异常，不负众望，成功考中状元。素蕊一家人也终于过上了好日子。那些曾经欺辱素蕊一家的村民，此刻换了一副嘴脸，各种巴结讨好，没人敢骂洪才是妖种了。多年之后，沈母她将儿媳素蕊叫到来，说出了一个自己隐瞒多年的秘密。原来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文曲星下凡转世，以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沈母想出的主意。当年为了让孙子健康长大，他在孩子出生后，自己用朱砂轻轻在其额头点了一个印记，之后又找来一个假道士，在村民面前上演了这么一出戏。得知婆婆做的一切后，素蕊内心非常感动。最后婆媳俩紧紧相拥，久久不愿分开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